外媒称，中国重型战斗机产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而且呢，已经装备了127架歼20。中国空军的迅速发展呢，已经让美国失去了空中优势。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呢对2023年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战斗机订单数量做了一些猜测，他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他们就认为中国在战斗机生产领域已经和美国是不相上下了，其中重型战斗机已经超过了美国。他们特别关心咱们的歼20认为我们的年产量已经能够达到42架，而且呢，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后续呢，能发挥出更大的潜力。美国2023年 F-35的采购量预计也只有48架，因此呢，这军事观察杂志就认为中国在5代机方面很快就能超过美国了。那么就在这个消息出来的同时呢，简氏防务评论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认为中国已经装备了127架歼20、300余架的歼11B 系列，歼16系列呢不包括歼16这个电子战飞机在内那也有233架。那么考虑到中国空军并没有全球部署的需求只是用于本国的国防，因此呢，部署密度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失去了制空权，美国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焦虑。我们看近期外媒这些的报道和分析文章非常的多，很显然他们非常关心咱们空军的建设你看他们给出的这些报告和分析所列出来的数字呢也各有不同，反正每家跟每家说的都不太一样。你就比如说简氏防务评论谈到咱们的歼20，你看它是这个歼11咱们这2个系列的飞机的时候，你看它给出的数字吧有整有零的这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数出来的这个数字。总之呢，具体数量什么的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们听他们说一说就是了。而且他们所罗列的这些数据很显然是做过一些处理的它有些他说，有些他又不说。你比如说呢，它还有很大的这个夸大的成分。你就比如说这个 F-35的产量和这个产能这个问题吧。前2年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还有最早的第一批 F-35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 F-35的产量和美国的采购量呢确实是在下降，但是产能它每年至少还是具备150架的能力，这个他就不说了，这个他肯定是世界第一而且根据这洛马公司他要是宣传的F-35的它这个产能，他们自己说的能够达到200架以上。当然他也有可能是说点大话，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它这个5代机的产能那绝对还是世界第一的。你看这 F-35的3个型号到目前的总产量已经达到了1000架的这个大关。从我们周边的部署情况上来说他们很显然也是把这个数字做了处理，因为你不能只算是美国空军的，你还要算上这个美国海军，也就是它舰载机的部分，以及海军陆战队那一部分另外美国它最强大的所谓软实力就是它的军事同盟。那么就在我们身边的，你看这日本和韩国都有大量的4代和4代半的重型战斗机。韩国这边部署了59架 F-15K， 日本呢大约有200架的 F-15J， 这些资源呢都是美国可以调动起来对抗我们中国的。在立陶宛这边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这北约也就明确的表露出要涉足亚太的趋势。那美国强压的这个趋势确实是很难是给扭转过来了，将来很有可能这个北约它就会涉足到我们亚太地区，那么北约其他成员国它就有可能把它的战机部署到日韩菲律宾地区。此前他们也是做了这方面的各种的演练嘛，那这就都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面对美国现在的军事挑战，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你比如说在5代机领域，咱们除了歼20，包括舰载型在内的歼35系列很快也会出来，所以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战斗机的产量，特别是隐身5代机的产量将会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空军呢将拥有世界上最强的5代机群，这个呢将使美国空军在2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所谓空中优势，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霸权呢，将会失去威慑的能力。美国焦虑，那也就是必然了。我们正在打造这个攻守兼备的战略空军，并且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